在澡堂子里，这年轻人遇见一位大叔，看他那高档手表和钱包，心里就在寻思：这长得没我帅，咋就比我有钱呢？随后在他洗头的时候，那手里的香皂滋溜一下飞了。这边大叔正好进来，一脚丫子踩在上面，然后。可这么一摔，大叔的钥匙刚好落在年轻人附近，他本想还回去，但转瞬间就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，干脆跟大叔换个钥匙，体验一下有钱人的生活。反正自己叫13，这么多年不能说是过得特别好，只能说是不咋地呀。房租交不起，还欠朋友一堆钱。现在可好，有这么个机会，他摇身一变成了帅气的精英富豪。那有钱后身板自然是硬了，歘一下直接给房东付了1年的房租，还说多了就不用找了啊。现在哥们儿就是有钱。接着他拿出车钥匙按了一下 biu biu， 哎呦我，回应的竟然是不远处的顶级豪车。那还寻思啥呀？装13咱更有底气了。这边那叫老崔的大叔在医院醒来，因为是脑袋瓜先着的地，他失去了所有记忆。等出院的时候还付不起医药费，幸好他遇见了真香。同事小声的说：“这大叔有问题，他失忆了。”真香心地善良，看他这么可怜，就帮他垫了医药费。完事儿还按照钱包里的地址开救护车送他回家。原来老崔在澡堂昏迷不醒时，就是被他送进的医院。半路上真香就问大叔：“您今年贵庚啊？”老崔看着身份证上的信息说：“啊，今年32岁。”真香懵了，啥情况？那你这确实长得有点着急了啊。再看这边，13有钱之后，赶快就是先还清在外面欠下的所有外债。那出手的时候也大气，都是翻几倍的给啊。可完事儿，他坐在车里，感觉自己很不适应这种生活，大概自己骨子里还是那个废柴吧。他跟着导航一路来到老崔家，进门就傻眼了。这奢侈的装修，这气派的衣柜，这柔软的沙发，不得不说有钱真好。相比于13，老崔那叫个惨呐。回到家打开门一看，懵了，啥情况？刺鼻的味道迎面而来，这也叫家呀？这不妥妥的垃圾场吗？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。可老崔总觉得自己是个爱干净的人，咋能把家给造成这样？13睡了一觉，他睁眼打开电视，好学没给他吓死。电视里竟然播放着监控画面，那里面的美女竟然要自杀。他拿起电话就要报警，可等他再看电视，那美女又好端端的站了起来。哎，这啥情况？13没管那么多，反正和自己也没有关系。他摇哪乱翻，想找点吃的，结果却找出一箱子钱。这感情好啊，直接点了一桌子豪华外卖。等吃饱之后，那还得来一瓶红酒溜个缝。他在酒柜上随手拽了一瓶，没想到竟然意外打开了一道暗门。他谨慎的走进去，发现这里面藏了各种兵器，还有各种身份证件。眼前的墙上挂满了照片，正是监控里那个女人小美。13大脑的灵机一动，推断老崔的真实身份肯定是一名警察，那监视他也是为了保护证人的安全。可现在这情况，大叔失忆了，保护他的重任只能由自己承担。这时13从监控里发现他就住在楼上，看来必须得采取点措施了。第二天，老崔就把原本这么乱的家给收拾得焕然一新。看来他虽然失去记忆，但潜在习惯没有改变。老崔拿出本子，仔细的整理着个人信息。他写下名字、年龄，还有仅剩的20块，别的就啥都想不起来了。没办法，那找邻居问问吧。结果竟是被当成推销员给拒之门外。这时，一个小咖了迎面走来，2句话没聊明白，上来就要动手。可这一举动竟然触发了老崔的潜在技能。小咖了懵了，啥情况？这大叔挺能打呀。괜찮아요？这边为了保护小美的安全，13每天都制造机会跟她邂逅，还不时送一些贵重的小礼物。单身多年的小美很快就被13给吸引了，觉得自己可算是等到一位有钱并且真爱自己的白马王子。凭借这一点，他们俩的感情迅速升温，浪漫的走在一起。可好日子没过多久，那意外说来就来呀。这天，老崔密室里放的手机响了，13接起来后，听到有天价酬劳，立马就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蒙面赴约。可奇怪的是，对面的人好像很怕他，甚至都不敢正视他的眼睛。通过对话，13了解到，这老崔的真实身份并不是什么警察，而是个杀手，冷血杀手。原来小美实名举报公司高层造假，还掌握了重要的证据，所以那些人就付钱找老崔除掉小美。现在他可是自己女朋友，13特别气愤，用老崔的全部积蓄，在偏僻的高档明星小区买了一套精装修的豪宅，这样他们俩就能过安心的小日子了。
这是什么神仙刀法？他刷几刀就能把寿司切成不足1毫米的薄片，又拿起腌萝卜，分分钟就能雕出一朵小花。摆盘更是不在话下，端上餐桌，好吃又好看。原来经过真香介绍，老崔到他家的寿司店帮忙。要说老崔不光刀工了得，还特别懂浪漫，用锡纸做成玫瑰花送给顾客。一套流程下来，店里的生意瞬间爆棚，还收获了不少小粉丝。这天下班回家，老崔在挂历上发现个行程，是去一个地方拍戏啊！原来自己在失忆前是个演员。老崔按照上面的时间来到定好的地点，直接就上了一辆面包车。等到片场，不难看出老崔在表演方面还没做好准备。然后演个捕快，差点没给人腿掰折了。导演在旁边气得忍无可忍，直接给老崔开除了。但他骨子里就十分要强，回到家立刻想办法提升演技，还制定了严格的训练方案，每天晨跑10公里，再做2000个仰卧起坐，完事儿背台词、练发音，基本功更是一个都不能落下。很快机会就来了，在一场打戏中可以说是发挥的相当出色，那把男1号整的是一脸蒙圈。哎，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咱俩谁是龙套啊 ？OK。节目火了之后，老崔更是吸粉无数。导演见此形势，趁热打铁，直接给他晋升为男2。就这么的，老崔成了大明星。那现在事业有了，爱情也在不经意之间来了。他跟真香走到一起，就在老崔的生活要变得越来越好时，天空下了一场大雨。他在车里听着熟悉的音乐，突然就想起了失忆前的所有事情。原来他在失忆前是个杀手，根本不是什么演员。回到自己的豪宅，懵了，自己家被造得跟狗窝一样。他又来到密室，调出监控，发现这段时间一直有人在用他的身份享受着他的生活。老崔很快就找到13。老崔胖胖一波棱盖踹飞13，他又迅速起身抱住老崔的大腿，可他们俩却搁那儿聊上了。其实啊，老崔跟其他杀手不一样，他每次接到订单后，都会去找目标人商量，制造假死，完事儿送人出国，从此销声匿迹，这样他也可以2头挣钱。不得不说，这大叔挺精啊。而这次老崔的目标正是小美，可现在麻烦的是，在交换身份这段时间，13用老崔的身份跟小美走在一起，这件事儿还被老板知道了，他特别气愤，决定再找一个杀手，把老崔和小美一起解决掉。为了救下他们俩，老崔决定演一出大戏，他先以新的杀手身份接下老板的委托，然后他们制定计划，准备了各种道具。在商量好每一步细节后，老崔就跟真香提出了分手。他怕自己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会耽误真香以后的生活。现在一切准备就绪，演出就要正式开始了。13挟持小美来到预定地点，当着老板的面对着小美的肚子啊，噗呲就是一刀，在场的人都被吓一激灵。哎呦我，这人是真狠呐，不愧是第1杀手。那见小美还能扑腾，13上去又是一顿补刀。接下来就该老崔登场了，他跟13打成一团，俩人的配合相当默契，在场的所有人愣是一点都没看出来。可就在这时，剧情迎来反转，真香意外闯了进来。原来他是想知道自己长这么漂亮，为啥要被提出分手呢？老崔装作不认识，还说这大姐是哪儿来的呀？真香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啊，不叫宝贝儿，叫大姐了。那冲上去就要挠她。老崔急忙把真香拽到一边解释，可真香根本不听。再看13都快站不住了，这剧情还能不能继续呀？为了不暴露身份，老崔使了个眼色，13立刻拿刀冲向老崔。等到指定地点，躲在角落的小美按下开关，一个大箱子从天而降。老板让手下上前查看，里面的真香被使劲的捂住大嘴。嘘，你先别说话，听见没？这时外面的委托人看到从里面流出来的番茄汁儿，以为他们都驾鹤西游了，这才放心离开。所有人都逃过一劫，从此再也没有人会追杀他们。完事儿在车里，老崔跟真香解释，说自己以后会金盆洗手，再也不干杀手这一行了。真香说：“那你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”老崔说：“其实我今年61了。”真香当时就懵了：“你居然跟我3舅同岁！”他觉得自己被骗了，把老崔送到片场就准备离开。可接下来的戏份正好是一场感情戏，老崔对真香做了真情告白，最终挽回了他的芳心。他们俩也重新在一起，过上了幸福生活。13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，准备在演艺道路上一直走下去。